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好，我们今天呢又来看一下大家正在显化什么样子人事物的到来哦。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组的第一张验证牌哦 ，Giraffe 长颈鹿哦。好，这张牌它非常的美，它告诉大家的是说，第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现在已经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了。长颈鹿这张牌，它的关键提醒是，你们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长颈鹿它并不是跑得最快的动物，也不是最凶猛的动物，但是它的优势在于它能够看得很远。所以这一张牌作为验证牌，它的意思是说，其实大家你们正在显化的东西已经在更高维度开始成型。其实你现在呢，可能没有完全的看见，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可以感觉一下，你最近呢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好像比以前更加的清醒了，你好像开始想要站在更高的位置去说话，这个是一种觉醒的过程。好，长颈鹿啊，它也象征着你们心轮到头脑之间的距离。它的脖子很长，代表说大家正在学习如何把理性跟感受拉到同一条线上。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显化的不单单只是一种外在的结果，它更是一种新的自我的定位。所以呢，你们即将显化的这个结果啊，它是跟被看见还有被尊重有关，而且呢，它并不是很卑微的求来的那种，而是因为
你们站得够高，别人自然而然需要去抬头看见你，仰望你。好，这里啊有一个小提醒是说呢，当你们要显化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需要把身体站直，也就是说你要相信你是可以吃得到树顶的叶子，这个是其他动物想碰也没有办法碰到的。也就是说你们显化的这个呢，它是来自于不同层次的机会，它可能不是走传统的路线，它也可能不见得是那种大家都懂的方式，可是这绝对是属于第一组朋友独特的一个高度的选项。所以这张牌啊，它有在问大家说，你准备好抬头了吗？你准备好去俯瞰那一些一般人看不见的远方了吗？好，长颈鹿啊，它的脖子的长度，它象征着一种跨越维度的能力。也就是说，大家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显化能量并不是建立在某一种短视近利的物质的追求上，我觉得它更像是建立在一种更宏观、更具体的灵魂的使命感上。其实这组的朋友可能在过去一段时间你总是感觉到你自己跟周遭的环境有一点格格不入，就有点像是长颈鹿啊，在羊群中其实会显得很突兀。有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追求、你对于未来的渴望已经超过了目前的生活水平，或者是说有时候其实你身上有一些闪闪发光的特质，可是你在那个环境他们不理解，看不见这样子的特质。比如说你在这个环境中，他可能只需要一个乖乖听话，不要有太多思想的这样子的人，那你们身上这些闪闪发亮的特质可能反而成为被人家嫉妒或是打压的一个目标哦。好，这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心里常常会有一种孤独感或是抽离感，这一种感觉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你们正在接受一个来自更高层次的讯息。同时长颈鹿它拥有巨大的心脏，它可以将血液传输到高处，这也暗示着其实大家的显化其实是需要你背后强大的一个心念力，也就是说你现在能够去运用你许愿的这个心念，帮助你，让你在看事情的时候角度变得非常的清晰，你们将不再被眼前的这些琐事或是情绪的内耗，或是一些眼前的暂时的挫折所困扰。那这里有一个讯息大家要注意，就是你们得到的这个资源它是一个在高处的资源，它是一个别人得不到的资源，你所追求的机会，同时在别人的逻辑里可能是不可能的，或是别人想不到的，但是在你的视野里，这条路径绝对是清晰可见。所以大家你们绝对已经看见了那个可能性，这个并不是一个幻觉。而且大家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在显化的过程中，你是不需要去增强或是计算的，因为长颈鹿它其实比较少去主动的攻击，所以第一组朋友，你只要保持在某一定的高度那些低频的干扰，那些八卦嫉妒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触碰到你，所以你只需要优雅的去挺直你的身体，站在适合你的高度，属于专注在那些属于你的最顶端的那一些机会跟礼物。好，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这张牌真的是看见了大家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仪态跟气场，所以要抬头挺胸，因为当你垂头丧气的时候，你的脖子缩短了，视野也会变得狭窄。这张牌告诉大家，无论现在的外在环境如何，请保持脊椎挺直，眼神要望向远方，并且要跟宇宙进行连线其实现在大家的直觉灵感都处于高峰期，所以不要怀疑那些突然闪过你脑海中的那些高层次的想法你们绝对是天生的显化者，而且你们不会被现实的或者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所定义，你们有别人看不见的一个远见。我觉得你内心应该有这种清晰跟明白，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你是有什么样子的
更大的蓝图想要去实现，或者你对于现况有一些不满足，这个都是灵魂在提醒大家，其实你的脖子已经长长了，是时候去摘取那些高处的果实了。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方向是对的，你的格局是大的，所以现在要停止低头看下脚下的这些泥泞哦。宇宙要大家注视的是地平线尽头的光芒。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新月在牡羊座。好，新月在牡羊座。好，这张牌牡羊新月，它是点燃引擎的第一把火。这张牌出现，代表说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梦想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构思的阶段，现在呢，正等着你去跨出实体实质的那一步。好，这张牌它是从你们在脑海中构思观想跨越到实践的一个临界点。牡羊是黄道12宫的第一个星座，它象征着新生命、生命的诞生、破土而出的嫩芽，还有那个非常不害怕、不畏惧一个很纯粹的勇气。所以当新的开始落在这个牡羊座，新月落在牡羊座的时候，这股能量它其实是一个爆炸性的能量哦。在目前大家的显化课题当中其实最大的阻碍、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来自于外界的，而是你内心的一个声音。好，你准备好了吗？牡羊座的能量再告诉大家，其实没有完美准备好的一天。你可能已经在脑海中排练过无数次的一个计划，或者是你一直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哦。但是这张牌其实想告诉大家时机就是现在。因为如果你继续拖延或是等待或是过度的思考的话，这个显化能量的动能它会变成是你内在的焦虑。所以行动是显化的第一步，显化法则中宇宙会回应大家的行动力，所以当你踏出第一步之后呢，宇宙才会补上后面的99步。这张牌要求大家今天就去做一件跟你目标有关的小事情，哪怕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写一封信、打一通电话，或是做一个简单的注册动作都好。那同时我也觉得第一组你们身上有战士的特质，有独立开创的特质，就像这张牌牡羊座它是由火星所主导的，所以这一次的显化的过程其实是需要大家去展现一个高度的自主性，你不需要去等待别人的允许跟批准，也不要期待有人去拉着你或者领着你走，因为你们完全是一个开拓者的能量。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或者是正在尝试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的方式。好，这张牌基本上红色调跟火焰般的能量非常的强烈，象征着第一组朋友你们内心的渴望。这个渴望是非常直接的，是非常纯粹的，而且不带有任何杂质的。好，那大家可以想想看，你现在最想要做的、最想去实现的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就是你显化的突破口。你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更有力量、更具有侵略性的一个自我的形象。你们正在脱离那个过去可能优柔寡断或是顾虑太多的旧的版本，所以宇宙告诉你说，就去做吧，你就去行动吧，你不要等别人给你机会或是拉着你的手去走，你自己就可以去点火，你自己就可以去开一条路，而且你真的不需要等到完全准备好才开始，因为准备永远都不会完美的100%的准备好，请大家勇敢的去跨出你的第一步。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好，接下来呢，下弦月在水瓶座，反思你的优先顺序。好，这张牌其实在问大家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你现在的人生排序跟得上你现在所站的这个高度吗？
下弦月它是一个清理期，水瓶座呢，它代表的是理性、跳脱框架，还有抽离情绪去观看你所在的这个局面。也就是说，在显化的过程中，宇宙去提醒大家要重新分配你的时间跟能量。你可能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关系突然变淡，或是有些事情突然觉得不重要，或是有些对话可能会让你觉得，你好像跟他不在同一个频率上了。这个是因为大家正在升频。好，水瓶座它的课题是独立思考，所以大家，我觉得你们会慢慢的脱离过去的某一些期待，家庭的期待、社会的期待，或是某一些人的眼光，你们正在显化的是一个更高的身份感。所以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低频的这些琐事它会被移除，因为这样子你们往上升的过程才不会被卡住。所以这张牌在问大家说，你把时间分给谁呢？或者说你的重要的，对你来说重要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呢？你还在为什么样子的事情烦恼，或是消耗你的能量呢？下弦月它的能量是很诚实的，它会让不适合的东西自然而然的脱落。所以你最近如果觉得有些东西是有一种疏离感的，这个并不是坏事，而是它的这个结构正在脱离，跟你连接的部分正在脱离，空间正在被腾出来。因为大家要显化的东西，它是需要更干净的舞台的。这张牌其实在帮助大家把那些已经跟你不再对齐的部分去清除掉。所以大家，你们正在调频，你们正在从一种比如说混乱的，或者说什么都拿的这种扩张的状态，转为一种精准的校准。好，我觉得它为你整个显化的过程中带来一种很冷静理智的客观性。显化法则的核心在于专注。如果大家同时想要100种东西，我们就接收到的讯号可能会变得很模糊。所以下弦月要求大家去看一下你的清单，划掉一些那些看起来很美好，但其实事实上并不符合你灵魂蓝图的一些选项。然后在所有的计划中找出哪一个才是最关键、最具杠杆效应、最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个关键。所以水瓶座要求大家用一个抽离的视角来看待你的行程表。同时水瓶座它是由天王星主宰，它代表的一种叛逆跟独特性，还有打破传统的路线。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掉入一个社会期待的陷阱，就是说我们以为我自己在显化我想要的梦想，但其实是在显化这个社会认为的成功的样子，或是这个社会教导我应该成为的样子。所以这张牌想要问大家，这个目标真的是你要的吗？还是你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呢？同时水瓶座也鼓励大家可以用一些创新的方式去达成你的目标。如果说星月牡羊前一张牌是教大家赶快去做，然后有一种冲的能量，那水瓶下弦月这张牌只告诉大家整个显化的路径，它可能不一定是直线，而是一个意想不到跳跃的过程。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在你的显化清单中哪一些是最重要的事情呢？同时这个也包含了寻找对的圈子，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正确的连接，它会比你一个人孤单的埋头苦干100个小时更有用。所以它也包含了显化对的圈子，它是用一种更高维度或者说更具未来感的眼光去重新评估你的计划，这是一个去无存菁的过程。所以请花一些时间重新排定你的优先顺序，勇敢的对那些只会消耗你却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的计划说不。当大家的能量变得更加的纯粹之后，显化的速度才会加快。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卡。满月在双子座，好，满月在双子座，拥抱生命之流。双子座它是关于传播
讯息还有对话的一个星座，所以当显化的能量来到这边呢，我觉得大家会迎来一个资讯跟机会大爆发的实质的阶段，因为这张牌代表的是多元的选择跟讯息的桥梁。好，它双子满月它显化的是对外连接的一个成果。双子座由水星主宰，所以代表说大家正在显化大量的沟通机会，可能大家会收到关键的电子邮件讯息，或是正式的合约协议。如果当你正在等待某一个面试的结果，或是一个案子的回复，或是某个法律文件的签署，这张牌代表说消息即将揭晓。同时双子座它具备双重性，代表说大家可能会有多元的收入，就是说你显化的不单单是一个单一的收入来源，而是多元的收入来源。比如说同时有多个机会可以选择，或是你原本的专长之外，意外延伸出第二条赚钱的路径。好，那另外这张牌也有显化你的贵人跟导师的能量，它包含了平辈的这个社交圈，还有资讯交换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呢，你可能会显化出一个能够点醒你的人，这个人他比较不像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权威者，更像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平起平坐的朋友，或是你某一次在一个聚会中偶然跟他交谈的对象，他可能会为你带来一个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讯息，这个是你过去苦思不得其解的关键的答案，或者是某一个跨行业的合作的机会。那另外这组的朋友，如果你最近有在学习新的技能，或是有准备什么证照的话，这张牌告诉大家你们会显化出实质的成绩，比如说考取资格、考取证照，或是完成你的作品集，或者说你的观点你的言论在社群媒体上获得大量的关注或是转发。好，那牌面上显着拥抱生命之流，代表说它有一种在显化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轻松的，顺水推舟的一种轻松感。你们过去卡住的事情，可能会因为某一个偶然的机会，比如说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或是一个新闻的讯息出现了转机，然后这个卡住的事情它就被缓解了，就被解开了。所以呢，它会连带的形成一种好运连连的同步性的现象。那在这个当中因为双子座的能量有时候就是多个选项，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选择太多了，同时看到好几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一开始你想要显化美好的爱情，现在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对象，我要怎么去选？我就只有一个人，我真是分身乏术，所以这算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一个烦恼。还有这张牌也提醒大家，你显化出来的这股流动你可以去适应这个流动，也可以适时的去做一些筛选因为当这么美好的机会找上门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急着用逻辑去分析说哪一个最正确，你可以去选一个感觉起来让你聊得最开心，或是跟他互动最愉快最轻快的人，因为这个就是宇宙为大家安排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还有大家具体这张牌具体连接到的是话语权跟流动的资源。你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在职场中，你会发现你变得非常的有说服力，别人都愿意听你说话，而且你会发现你想要的资讯变得非常的透明，不会有那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能够让你发挥创意，而且需要跟人频繁交流的一个新的职位或是合作案出现，或者说它也代表了一个你会频繁的跟某一个新的生活圈交流所以如果这几天你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他带来工作上的消息，或者是说在看网页的时候看到某一个课程刚好可以解决你的痛点，就不要去怀疑，这个就是这张牌正在运作的这种具体的显化的能量。那它是非常非常具象的，而且不是那一种安静的感觉，那种默默的感觉，它绝对是一个
会被看见，会被讨论，会被连结的实体的这种，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在家里然后默默的成功的感觉，它是你会有曝光，你会有机会，然后你会有回应，它是一个流动的感觉，并且它可能是从很多的小小的互动慢慢的去拼凑起来。你要显化的东西绝对要去说出来，不要去闷着，因为你越是闷着，这个双子座的能量会卡住，所以大家要愿意多讲一点，多去试探一点，多去露脸一点。那双子座的特质就是绝对会让大家遇到资讯型的贵人，他会给你关键的资讯连接跟想法，所以呢，透过这个交流，透过曝光，透过连接，你们的人生绝对会打开新局，而且不是在孤军奋战的能量，而是一个动起来的能量哦。好的，看一下下面的牌。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音乐接受协助哦。这张牌啊，告诉大家说呢，在显化的实质层面啊，音乐它代表着一种留白的力量，就连接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嘛，你们会有你们的贵人或是一些具体的合作伙伴。那你们如果遇到贵人，遇到合作伙伴，或是这个专业的人士，愿意投资你的人，或是能够为你解决一些行政难题的助手，请你要放手，让专业的来。比如说你可能觉得有一些流程它是卡住的，比如说技术上的一个问题，申请手续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不懂而吃的亏，或是因为没有这个资讯资源而多花的钱，它都会因为某一个内行人的介入，一切变得很通畅顺畅。那这个人呢，你可能之前没有想到他会来，或是会帮助你，或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交给别人你会不放心。现在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接受协助吧，让专业的来。接受协助，它除了指人之外，它也代表了资源的自动补给，它是一个宇宙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收到一笔意外的补贴，或者是一大笔金钱进账，或者说哇投资翻倍的好消息，或者是说有一个刚好出现的职缺符合你的需要。当大家在感到觉得已经尽力了，然后或者说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这种困顿的时期的时候，这个协助它就会像牌面中这个橙色的拱门一样出现在荒漠之中，它是一种神圣的及时雨，你们不需要去求，你只需要在那里维持好你的频率，资源自动会流向你。大家看一下牌面上这个人哦，他坐在一个巨大的月亮的这个拱门的前面。好，他本身是一个正在思考的姿态，所以呢，这张牌代表说，你们正在显化一种不再焦虑的身份认同。你们过去可能是习惯某一种战斗的模式，觉得凡事都要靠自己。可是这张牌显化出来的是一种被支持的感觉。你会觉得，你并不需要孤军奋战，你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灵魂资产。好，那这个音乐啊，它代表着酝酿跟接纳。为什么来到音乐呢？是因为其实你们前面努力已经够多了，牡羊、水瓶、双子的能量都用过了，现在显化的大门已经为你打开哦。接下来呢，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会接受的艺术。就是很多人很擅长给予，就像你们，但是你们可能不擅长去接受，或是觉得接受就会很不好意思。别人如果给你什么，你就会记在心上，然后想说那我又要还给他什么。好，这张牌啊，具体的要求大家，当有人要帮你买单，有人要介绍工作给你，然后要帮你分担家事的时候，通通不要拒绝，就说谢谢，我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宇宙要给你的，因为大家要显化出一个强大的后援系统。比如说有些朋友，你们如果正在创业，你就会显化出对应的供应商；如果你正在求职，你就会显现出那个直接可以把你推荐给老板的这个引路人；如果你正在
祈求感情的过程中，你会显化出一个令你觉得非常情投意合的灵魂伴侣，或者说如果你已经在一段关系中，你会显化出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实质的支持。好，这张牌告诉大家说，你们的显化清单真的已经被宇宙收到了。现在呢，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打开门，去签收你的礼物。当你学会了接受之后，接下来这个能量会变得更加的深邃，更加的迷人哦。好的，我们的下一张牌是月亮的阴暗面，神秘哦。哇，这边还有彩虹，在黑暗中彩虹的能量，还有金字塔。好，这张牌非常的具有魔法感哦。它代表什么？哇，大家前一张牌不是要大家去签收，打开门去签收礼物吗？这一张牌偷偷告诉大家，你这个礼物盒里面装着的其实是比大家原本要求的真的还要巨大，而且超乎想象的礼物惊喜。在显化的这个层面呢，这张牌代表的一些隐藏的红利或是尚未揭晓的惊喜，有的时候你显化出来这个事情啊，其实是超乎你的期待的，或是会让你惊掉下巴的，它有满溢出来的价值哦。月亮的阴暗面，它代表着一些肉眼看不见但是确实存在的强大的力量，也就是说这张牌具体显化了大家第一个就是你们会有深层的资源跟一些隐藏的机会，它很像是不为人知的宝藏。比如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你正在显化的这个目标背后，它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连锁反应。比如说你本来只是想要显化一份工作，结果这个工作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跨国的资源平台，或者说你本来只是想解决一个财务的问题，但是却意外的开启一个长期的被动收入的管道。就说大家可能会发现有些事情它其实是在阴暗的或者暗处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悄悄的形成哦。就是说在你没有注意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推力正在帮你铺路，正在形成。它可能是某一个市场趋势的转向，或是某一个大人物的赏识，或是体系，你目前还看不见，但是接下来它会去显现。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能量，就是大家看一下金字塔，还有贯穿黑暗的这个彩虹的光束它象征着两个，第一个是古老的智慧跟大家灵魂的觉醒。哇，代表说你们天赋的觉醒跟直觉力的启动，大家你们会显化出一种看穿事物本质的能力。这个能力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商业谈判中，你可以去轻易的察觉对方的底牌，在人际关系中，你能够很快的就去读懂对方真心所想要说的话是什么。你会发现你的直觉变得异常的精准，你自己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后来真的成真了，或是你随手买的一个东西后来居然派上大用场。因为这个代表说大家正在显化出一种跟宇宙频率高度同步的一种先知的感觉。好，那这边呢还有第三个重点的提醒，就是呢月亮的阴暗面，它也代表着大家过去心中压抑的一些部分哦，所以这张牌也连接到业力的清理跟能量的转向。你们正在显化的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命运转捩点。过去你可能会觉得你的人生不是很顺，因为有一些人一直阻碍你，或是有一些看不见或是看得见的这种小人，他就是故意要绊你一脚，或是故意去做一些就是奇怪的事情来影响你，或者说你内心有一些负面的想法或是负面的惯性等等。接下来这些好不好的想法，或者说负面的惯性，或者这些小人通通都会在这股神秘力量的扫荡下彻底的消失哦。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深层的进化，让大家的显化路径变得非常的干净而且透明。好，
那大家要注意神秘这2个字哦，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看不见结果感到很焦虑嘛，但是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你现在看不见不代表它没有在发生，有的时候显化它很像是种子在黑暗的土里发芽一样，你看不见，但它已经在动了。最剧烈的一个变化，它常常是发生在一个很隐秘的时刻。那金字塔它代表的是根基，彩虹的光代表是结果，代表说大家的根基目前已经打好了，你们的光芒即将破茧而出。所以大家要去相信，并且对于未知的事物、未知的一切，请保持一份谦卑跟敬畏。显化其实不需要大家事必躬亲的去操纵每一个细节哦，因为宇宙有它运行的规律。有些事情现在对你来说，它可能是有一个神秘感的，但是最后揭晓的那一刻，你会得到巨大的惊喜跟震撼。你们隐藏的礼物啊，我觉得它跟命运的跳跃有关。你现在正在处理的事情，它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可是真正被显化的，它绝对是让你可以阶级跳跃的一个门票，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彻底改头换面的大机会，它是一个可以让你从此不会又再为生存焦虑的一种深层的体悟。所以呢，不要只看着眼前那一点小目标，宇宙要为大家准备的是整片的星空哦。好，我们下一张牌是月光小夜曲，改变你的旋律。哇，这一张牌啊，代表说大家哦，你们会迎来一种生活节奏的重组。小夜曲它是宁静的、优美的，而且具有感染力的音乐。也就是说，在显化的实质层面上，代表说大家哦，你们会显化出一种环境氛围的优化。也就是说，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它会有一种调和的能量。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更加和谐，或者说更少冲突的环境来承载你的能量。比如说呢，大家可能会显化出一个更舒适的居家空间，或是一个充满支持感的工作环境，或是周围的人对你温柔友善。过去那一些让你感觉到的那种很焦虑、焦躁的一个杂音啊，比如说讨人厌的同事，或者不讲理的上司，或者说不合理的制度、混乱的一个家务的状况，或是一直反复循环的一个争吵，这些情况会逐渐淡出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大家生活当中流畅的一个节奏感。你会发现，你做起事情来不再坑坑绊绊，不再有那么多人出那么多的意见来，好像让你没有办法前进，或是有一种被拉住的感觉。你的生活啊，就像是节奏非常的精准，而且很轻快的小夜曲。第二个是大家看一下画面中的这个人，他正在吹奏长笛，音符啊飘向月亮跟星空，代表说你们的声音正在被更多人听见。你的声音包含了你的见解、你的作品、你的存在感，你的个人魅力正在扩散，你的说服力正在去影响到周遭的人。你们可能会显化出社群媒体上的流量的增长，或是公开演讲，或是提案的成功，或是你的建议被高层采纳。你可能会发现，当然你们自己的说话更加的有分量，而且你并不需要反复的大声的一直去说，别人就自然而然的会被你的气场所吸引哦。所以它是一种软实力的显化。如果大家呢是这种跟创作啊、艺术有关的话，代表说其实你的作品会自然而然找到属于他们的群众，而且这群群众会给你极高的评价。好，第三个讯息啊，改变你的旋律，它也代表着一种情绪模式的更新。也就是说，也许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可能习惯用自责或是焦虑这种背景音乐来过生活，可这张牌显示出你们现在正在转换成一种轻盈跟喜悦的新的习惯。这种内在旋律的改变会直接导致大家外在财运跟人缘的转向。当你本身变得快乐轻快，或是常常微笑的时候，好运就会像音符一样被大家吸引而来。所以这张牌啊，
想要告诉大家哦，你现在是得到跟你同频的，所以有些地方需要去改变你的频率，才能够显化到你真正所想要的。牌面上啊，它的号角啊，跟上方的这个月亮啊，它形成了一种能量场，所以你们的旋律如果还停留在旧的频率的话，它需要去改变，才能够去加速你的显化的速度。这张牌啊，具体要请大家去做一些事情哦，比如说去洗一洗你的耳朵，去听一些好听的音乐，去说好听的话，去看美丽的人事物，去看优美的风景。好，这一些事情啊，其实都是在帮助大家校准显化的一个大方向。好，这个吹笛者它是一个主动的能量，代表说大家可以透过主动散发正能量来吸引这些好运的到来。那整体而言呢，大家会显化出一个心想事成的自动化的系统。比如说呢，当大家学会了用一种优雅跟稳定的能量去过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原本你需要费力追求的东西，比如说财富啊、名声啊、地位啊，或者感情啊，现在都会因为你本身这个旋律诱人啊，主动的来向你靠近。所以这张牌想告诉大家，其实你的行为举止就是你的魔法。当你改变了说话的口吻、思考的习惯之后，你显化的实相也会改变，然后像这个美丽的、神圣的这个小夜曲的这个频率靠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我们最后的2张牌哦 ，Dream 跟 Embrace， 我们的梦境跟拥抱哦。好，这2张牌直接点出了大家即将收割的一个具体的成果。梦境是什么？梦境代表说你长期以来在脑海中勾勒的蓝图，现在正式下载到物质世界中哦。它会从一个虚幻的幻影变成是一个触手可及的实体。大家看一下梦境这张牌，哇，上面有一个温柔的微笑的月亮，还有漂浮的云朵，这象征着大家的潜意识已经完全的清理干净，准备好迎接丰盛。这张牌最直截了当的告诉大家，就是你有一个夙愿，就是一直想很久的愿望要梦想成真了。你们正在显化的这个愿望，它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小愿望哦，而是你已经渴望、祈祷很久，甚至是努力很久的这个核心的目标。比如说，我一直想买的房子，我期待已久的感情，我渴望很久的一个理想的这个生活的状态，或是我渴望很久的一个职涯的阶段，或者是一个长期的心结被解开，或者是那个你以为啊，我这辈子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的某一种生活的状态。事情啊，显化的过程会以一种如梦似幻，但是又非常真实的方式发生了。大家会发现，你曾经在脑海中想的，你曾经在笔记本上写下的愿望，曾经在这个睡梦中幻想过的场景，开始一一的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都会有对应的人事物出现。所以这张牌代表显化完成的一个标志哦。好，同时啊，如果有些朋友你是跟创意啊、艺术啊，或是需要大量灵感点子的工作的话，这张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吉兆。因为它代表灵感的变现，比如说你的企划案、你的作品、你的品牌会获得市场的高度的认可，比如说你的一些想法会找到商业的模式，或是会找到支持者，你会显化出将一些虚拟的东西转换成实体的能力，你的点子不再只是脑海中的点子，它能够转换成你的金钱、存款、名声，以及有影响力的一个实体物。好，接下来看到最后一张牌哦，最后一张牌啊，青蛙，大家看到美丽的青蛙，这只青蛙它张开它的4肢，然后拥抱流星，代表说
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现在马上就要有承接好运的准备，好运来得很快，就像流星一样，你现在就要站在这里，大大的张开双手，跟宇宙说：“我准备好了，来吧。”梦境啊，它最怕显化这个梦境，它最怕的就是怀疑，所以当美好的事物开始降临到你们的身边的时候，不要因为不习惯而推开它，因为你们本身就值得这一切。你们最后会显化出超越现实框架的奇迹，你们最后会拥抱超出你期待的一个好运，它会让你惊叹，哇，原来我真的可以这样过生活。你们会拥抱一个物质丰盛而且心灵极度自由的新篇章。这个显化成果啊，不仅会满足你的生存需求，更会让你的灵魂感受到被宇宙深深宠爱的喜悦。所以这一组牌啊，想要告诉大家哦，这一些牌面所叙述的，它并不是一个梦想，现在开始呢，它就是你的生活。这整场显化的旅程非常的精彩，也请大家要跟上这个旅程，并且实质的去做，以及呢，牌面中的一些提醒，也要实时的去校准大家的能量哦。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节拍啦，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哦，米娅的塔罗课程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学习，那里面呢也有显化法则的部分，所以呢，如果你对于塔罗牌显化法则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加入这门课。课程的内容解说都非常的详细，还有实战演练的部分。好，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再问我，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奇迹你们正在显化当中哦，你们正在显化什么样子的人事物来到你们的生命。首先第一张牌是大家的验证牌，好，你们抽到的是这一张金鱼哦。这张牌啊，哇，它象征的是一种大幅度的扩张哦。大家知道吗？金鱼在深海里，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力量，它不是那种小鱼小虾的等级，也就是说整片海域都会因为它的震动。这张牌啊，代表说其实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要显化的这个好运，这个奇迹，它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它可能是一笔金额的放大，一个机会的放大，一个影响力的放大，或是整个生活层级的改变。也就是说，它真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小确幸，小小的改善，而是整个量级的改变哦。好，那为什么你们会对应到这张牌呢？我觉得你们现在第二组的朋友，你已经开始相信你自己是可以承接更大的资源的。当你这样相信之后，外在就会开始回应，所以你们显化的是会超出原本预期的成果。比如说呢，在财务方面，它会代表的是一次性的大幅度的这个金钱的成长，财务的大幅的进账，或是在事业面，你们的舞台会被放大、被提高。在生活层级啊，这张牌有整个质感提升的能量，也就是说，大家显化的是一个很宏大的格局，一个非比寻常的规模，它代表的是巨额的资源，那种博大慷慨的能量。第二组的朋友，其实你的灵魂啊，真的已经准备好要处理更大规模的金钱了。如果你过去一直觉得说自己总是赚一些蝇头小利，赚一些小钱很辛苦的话，这张牌其实就在验证你的转变，因为你正在显化的奇迹是可以让你进入到一个高资产、一个高流量的一个频率中哦。它可能涉及到的是很大笔，就是一次成交就是很大笔的金额，或者是可以让你一夕之间翻身的一个投资的回报的能量。好，同时金鱼它在深海里移动，它代表说财富啊，它正在从暗处汇集过来。有一些地方你可能还没有察觉，可是那个巨大的财富的能量场已经形成，并且准备好要喷发出来。好，那这张牌啊，金鱼它非常有承载力。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要进入到一个丰盛跟大放异彩的时期哦。在深海当中啊，可能隐藏着地球上最丰富的秘密跟资源。也就是说，你们在生命当中会有一个让你可以安心，或是靠岸，或是放心的一个巨大的成功。可能是你在某一个投资领域当中精准了，捕捉到像大鲸鱼等级的一个翻倍行情，或者是一次成功的这个创业的并购，或者是说一场比如说重大的这种法律上的官司的胜诉，然后你们得到了很大一笔的金额等等的。那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数字的规模，它会是让你不需要再思考我的每一个月要怎么样子存钱，而是要开始思考我要如何去管理资产，甚至是资产传承的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它是一个求生存到传承的一个财富上的跨越。同时啊，这组的朋友，你们拥有很强的财富的嗅觉哦。你们正在显化的奇迹，它来自于一个你深层的直觉，或是长期潜伏的灵感。你会发现其实你之前不经意的布下的一些局，或者是某个大家都没有看好的一个领域，突然之间爆发出惊人的获利。这个并不是运气，而是你内在的丰盛意识跟宇宙的实体财富产生了共振，所以你会发现金钱就像潮汐一样涌入。同时啊，这张牌也保证了这个财富的纯度，也就是说你们的这个钱它是清白的，是合法的，是充满生命力的钱，所以它可以让你在获利的同时，你的灵魂是感到极度的宁静跟富足。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之所以可以拿到这么巨大的好运，是因为你们的格局，你们已经上升到一个可以承接这么巨大财富能量的格局。同时在财务地位提升之后，你会具体显化出一个顶级阶层的入场券。你可能会因为这笔财富开始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社交圈，或是接触到更高维度的投资的机会。你的名字啊会开始与稳定、丰厚跟实力连在一起。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只要你敢开口向宇宙要，那个海量的巨大的数字就会如约而至。所以请大家这几天你可以多多的去接触水，或是在安静的时候去聆听自己的声音。当你感受到一种深层的平静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巨大财富要入账的一个前兆。好，恭喜第二组的朋友，来看一下下面的能量哦。我们的第二张牌是满月在金牛座。好，这张牌啊也跟金钱跟价值观有关。那金牛座它掌管的是财务、资产还有安全感、物质层面方面的一些议题。满月代表的是显现、收成。那排毒它代表什么？代表说大家正在清理一个旧有的金钱模式。所以呢，你们正在显化的事情啊，我觉得它跟财务能量的重组有关。比如说一次资源的重新分配，或者说一个长期的投入终于开花结果。这个排毒的过程，它是一个优化的过程哦。当不适合的金钱的结构被清理之后呢，新的流动才会进来。那这张牌也代表了你对于你的自我价值的这个认知正在升级，你开始提高标准或是提高要求，同时啊，你的财富能量开始站稳，这是一个实质的现实层面的转变。你们正在显化一个稳定而且放大的财务的成长。金牛座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金库哦。比如说不动产啊、现金流啊，还有一切也有价值的资产。那满月落在金牛座，而且连接到排毒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你们的财务生命会有一种换血的状态，或是大规模的断舍离的状态。也就是说呢，最直观的财务的奇迹就是有些朋友你们会迎来这种
清空负债的状况。如果你现在有信用卡卡债，或是贷款的压力，或是长期的债务纠纷的话，这张牌啊预示着有一种强大的能量会介入，会帮你排干净这些毒素。它可能是意外的收入、保险理赔，或是这个税务的退款，让你可以减轻压力。那接下来啊，止血之后，你们会有一个好像补血的动作。当你不再被旧有的债务或是这些无效的支出消耗能量的时候，你的财库才会真正的开始聚财。你会开始发现，你的存款数字稳定的上升了，而且是那种让你感觉到非常有安全感的一个成长。那金牛座啊，他非常的实在实际，他不喜欢那种虚无缥缈的数字，他喜欢触手可及的一个财富。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这张牌而言，你显化的奇迹跟实体的资产有关，比如说你手上的一些投资的绩优股，或者说你关注很久的这个房地产迎来了一个价值的高峰期，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持有这个房产的涨幅是一个很惊人的状态，或是附近呢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比如说都市更新或是都市计划连带的带动了你那一区的房价。好，那这组的朋友啊，这张牌也显示出具体的，你们会显化出一个更有质感的生活。你的钱可以运用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如说换更好的车，搬进更舒服的房子，或者说开始有能力购买以前觉得是一个对你来说是很奢侈的这种高单价的物品。也就是说，这份财富它来并不是为了要让你只是存进来而已，它是为了要让你享受更好的生活。好，同时啊，这张牌这个能量，它也代表说你们呢，对于财富、对于赚钱方式会有重新去思考，或是重新定位的这样子的能量。比如说你们宇宙正在帮你们过滤掉一些比较低效率，然后劳苦型的一个工作，就是呢，可能付出很多，回报很少，或是真的是身心灵都很辛苦的一个工作。你正在显化一个更轻松、更高效的获利的模式，也就是说，你会进入到一个高价值、被动型的一个收入来源。还有一些朋友啊，这边有加薪的能量，以及高薪被挖角的能量。这个职位啊，通常会带着很好的一些福利，因为金牛座本身是非常看重物质保障的，也就是说，你们这张牌你们显化出来的这笔钱，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职位、很好的福利，而且是一个让你可以维持很久的丰盛。好，大家看一下，牌面上这只公牛啊，它神情是非常悠然自得，然后它的头戴着一个花环，站在月亮的光辉之下。公牛象征着市场的牛市，也就是说，大家的财务状况会进入到一个持续的上扬的周期，然后花环是胜利跟繁荣的象征。那要加速这个奇迹，就是我前面说的嘛，要从现实环境中开始排毒。大家可以去清空你的一个物理的空间，清掉一些不好的这个金钱的这种锁链，或是一种使用的模式。当你排毒之后，金牛座的巨量的财富才能够填满你的生活，你的金库会重新的被填满，而且这次你们赚到的钱不会再流失，也就是说你们会显化出一个能够彻底改变大家财务现况的一个重大转机让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得到一个绝对的自由跟绝对的享受。好来看一下满月在摩羯座。好，金牛座、摩羯座这张牌啊，摩羯座它连接到的是一个事业结构，或者是一个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个阶层地位。同样这张牌是满月，有一个成果的显现，也就是说你们显化这个奇迹啊，它是你地位跟实力的提升，更稳定的职业，更清楚的事业方向，一个可以长期发展的合作，或是一个可以让你站得更稳的身份的转变。这张牌的重点在于可持续，也就是说这个奇迹不是一闪而过的好运，它会变成是一个长期的资源，稳定的结构，长期的收益。那摩羯的能量啊，带来的是现实层面的提升大家会发现，你变得更有掌控感，而且更有底气。
摩羯座它是土星主宰的木质之王，也就是说具体的跟你们事业版图扩张跟职业的晋升有关。这张牌更像是一个你们过去的累积的这些努力得到了一个现实的回报，一个长期耕耘的案子终于签约了，或者说你的专业地位提升，因此带来了更高的话语权跟身价。那这张牌看见大家的财富底气非常的稳固，你们可以买房，可以置产，可以建立一个长久基业的这种实体的财富。好，同时啊，摩羯它是黄道12宫的最顶端，它主宰社会地位跟这种民生的成就，所以你们得到的除了金钱之外，它还有实至名归的一种这种声誉，就是说你并不是只有得到金钱而已，同时你的社会地位还有你个人的名声跟品牌也会提升。好，这组的朋友啊，你可能会在未来的3个月左右会收到一个让你觉得很安心的财务的消息，这个消息会跟正式官方或是长期有关。有些朋友可能是收到政府的一个这种补助的批准，或是公司的一个什么样子的利益的分配，或者是说哇你觉得梦寐以求，然后很想要得到的一个梦幻的一个许可或是聘书等等。还有摩羯满月显化的一个奇迹，就是金钱跟权力的结合，大家的身价，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身价正在跳跃性的成长，社会地位的提升，你们具体会得到一个更有权力、更有钱，还有更有面子的一个头衔呢。这代表说你的每一分钟啊，都比以前更加的值钱了，这是一个名利双收的显化。大家你们的专业已经让你成为这个市场上的稀缺资源。还有摩羯座，它本身跟结构有关，所以我觉得这组牌啊，很多的朋友你们会建立一个具体来说是可以产生被动收入的资产，或者说这个资产是可以长期稳定的持续的下去。这张牌的奇迹跟贵人的提携有关哦，所以呢，可能在某一个行业特别有地位的一个专业人士或是前辈会给你一个肯定，他给你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建议或是口头的承诺，他会给你带来直接的这种资金的进入，或者是直接的一个资源的对接，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有口头的承诺，你会看到实际的一个东西。你的财富会因为有人给你靠，会有靠山，变得更加的稳固。所以呢，大家以前吃过的苦，熬过的夜，在摩羯满月的照耀下都会变现。它有点像是一场迟来，但是却会翻倍的一个补偿。宇宙会把之前欠你的财运一次性的在这个显化周期中补偿补还给大家哦。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是新月在摩羯座，放轻松。好，这张牌的奇迹跟安心感有关哦。新月是新的开始，巨蟹座呢就象征着家庭安全感，还有内在的归属感。所以呢，这张牌连接到的是一种真正安心下来的生活状态。家庭的关系变温暖了，居住环境改善了，生活节奏变得更加的柔软。这张牌连接到的是内在的安稳，你可以好好的睡觉，比较不焦虑了。那巨蟹座的能量啊，也代表你们家宅运的一个提升哦，你的居住品质得到改善，或是会有一次这种搬到更好的居住空间的机会，或是比如说透过装修啊，可以创造出更加舒服的生活的空间。比如说大家显化的是一种让你的心，让你的身心灵可以完全放松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白昼之月，哇，在白天的一个月亮啊，这张牌的奇迹就是爱，是你的心被打开。
白昼之月代表说，其实我们可以在白天的这个光中看见月亮，它象征着爱不再隐藏。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温柔跟真实的连结。具体的在大家的生命中你会发现有一段关系正在升温，有人呢会对你表达真心，或者说你重新感觉到被珍惜。那同时有很多朋友你会发现你的自我价值感正在提升。当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时候，爱自然而然会靠近。同时你们迎接到的爱，如果是在爱情层面的话，感情层面的话，它是一种公开稳定的关系。那如果是在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话，它是代表你身边的朋友会支持你，并且付出善意。那这张牌也代表着大家对于自己更加的温柔，因为这个是一个温暖真实的爱。这张牌在显化的过程、显化的领域中，它是非常珍贵而且非常罕见的。它有一种就是阳光照耀、真相大白的这种爱的魔法。你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拥抱幸福。这张牌代表说，我觉得大家会进入一种高品质而且公开透明的情感连结。它是一种不寻常的美丽的能量。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你们会显化出一个跟你频率完全对等的人，比如说你的真命天子或是真命天女。这个人会在你最放松、最做自己的时候走进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相遇这个过程不会有太多的曲折跟坎坷，而是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这种好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如果这组的朋友你们已经有伴侣的话，这张牌显现着你跟你的伴侣，你们现在的关系会有一种蜜月般的这种迎来一个蜜月般的转折，误会慢慢的被解开，取而代之的是深刻的理解跟共鸣。你会发现原来被爱是可以这么简单跟这么明亮的。这张牌最深层的奇迹其实还是在于显化了大家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显化了无条件的自爱，你显化出对自己的爱。牌面上的阳光照在月亮上，象征着大家的理智跟情感达成了和解。你们不再自我批判，不再觉得自己不够好。当你真正的爱上自己之后，大家就会显化出一种既能够吸引金钱，又能够吸引好人缘的一个强大的磁场的状态。你会发现周遭的人对你很温柔，路人的微笑，旁边朋友的一个关心，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善意，这些呢都是因为大家内在的爱的能量外溢满溢出来之后显化的实相。这个爱呢会让你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好，白昼之夜这张牌也伴随着鲜花跟蝴蝶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朋友你们要迎来一个浪漫喜悦的这种仪式感的过程。有些朋友可能是婚礼浪漫的求婚或者是这种很梦幻可以让感情加温的旅行你们显化的这种爱，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呢它不单单只是情感而已，它还会带来丰盛。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因为这段关系显化出一个更美更温馨的居住环境。也就是说当爱对了，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一切，包含你的财务状况也会都跟着顺起来。好，下一张牌是月亮魔法。这张牌的力量非常的不得了，它是整组牌的一个关键的能量这张牌明显的告诉大家，你们即将迎来的这个奇迹转变是身份的转换，它是一个层级的跳跃，它是生活圈打开之后迎接的新的资源。这张牌代表说，你们正在进入新的周期，旧的模式退场，新的身份形成了。你会感觉到你自己变了，你的想法不同了，你的眼界变了，你的选择不同了，你成为了不同版本的你自己。你们正在显化一次人生层级的转换。转变呢代
代表说，其实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就是可以将平凡的事物转换成高价值的一个资产。你显化的奇迹啊，可能会跟资源重组有关。你会发现自己手边原本不是非常值钱的一个东西，可能是某个点子、某块地或是某个旧连结，突然身价倍增。因为宇宙正在赋予大家一种点石成金的魔力，让你可以在混乱的市场中精准的找到那一条最赚钱的路径。具体而言呢，你会发现透过一个思维的转变或是权力的转移，财富自动就会像磁铁一样被你吸过来。也就是说，这个呢是从劳动力转向脑力的一个发财的过程。好，来看到结尾牌哦 ，Faith Environment。好，这一张牌啊，哇，这两张结尾牌的结合啊，代表说你们接下来迎接到的好运之后，它其实会像大树一样不断的生长，就是有一种源源不绝的能量哦。首先呢，大家看一下信心哦，2朵花在盛开，象征着大家的财富种子已经完全的成熟。你们进入到这个状况，会是一个绝对的财务的安全感。因为你已经体会到，钱其实会自己来找你，走路都会捡到钱的这种奇迹的状况。而且这个金钱的数额数量会让你对于你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跟期待，让你有勇气有底气去推掉那些不够好的机会。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接下来环境作为结尾，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人间天堂般的居住的生活品质跟社交圈，也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含金量的结尾。结合前面的金鱼跟摩羯满月的能量啊，哇，我觉得这张牌在结尾它显化的是这种豪宅、庄园或是高品质的房产，你会显化出一个让你感到极度舒适而且具备增值潜力的一个居住环境。它可能是你梦想中的新的家，或者是说大家可以把目前的环境装修的像5星级饭店一样的舒服哦。这份财富的来临是为了让大家的肉体得到了极致的享受。你的邻居、你的社交圈、你每天出入的场所也都会发生一个质的跳跃，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到一个充满正面能量、富裕，而且是一个非常高频的环境当中。这代表说你们的财富已经稳定到可以支撑你去维持这种高阶的生活了。好，大家看一下牌面上这只手啊，它握住带有嫩芽的这个枝叶。这张牌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你们的资产正在开枝散叶。你们的这笔金钱，或者说这个源源不绝的金钱的能量，它具备一个很强的生长性，它会产生出更多的这种金钱宝宝。还有这两张牌，就是你们的这个环境跟你的这个信念，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孤单的一个人坐拥这么大的一个财富，而是你跟你所爱的人这边有爱的能量，建立起共同的生活的场景。也就是说它会显化出一个温馨富足而且是受人尊敬的家。大家看一下这两张牌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由内而外由虚到实的一个过程。信心代表是大家内在频率，而环境这张牌是外在的实相，两者同时出现，代表说你们的显化是会必然成功的。你已经不再是想要发财，而是已经坐在钱堆里去享受高品质的生活了。好，最后也透过牌卡告诉大家，现在开始就净化你的环境，净化你的意识。当你有意识的提升你的环境，还有断舍离一些旧的，还有一个负面的念头之后呢，这个承载巨款的金鱼它就会加速游进你的生活，去填满你的新环境。你们会得到物质条件极度优渥，而且能够跟你所爱的人共同去享受这个繁荣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持续性的生活阶级的一个上升
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加入一起学习哦。里面呢也有显化法则的部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快加入哦。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你们正在显化的奇迹哦。好，首先呢，我来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哦。第3组的朋友啊，这张牌哦，显现出其实你们是一个很在意自我价值的人哦。可能你嘴巴不一定会说，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内心很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尊重。你们不是那种能完全不在乎别人眼光的人，其实你会在意评价，也会在意成绩，也会在意说是不是自己够好。可能你过去会有一段时间觉得说，为什么别人好像很轻松就可以被肯定，但是你自己却需要这么的努力。可能你们曾经被忽视过，被低估过，或是被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但这组的朋友啊，你自己心里明白，这张牌也告诉你说，其实你们很有能力，只是你常常不大确定你自己的价值究竟，比如说可以开价多少，或者说你自己究竟有多么美丽。有时候你会表现得非常的低调，但有时候内心又渴望有一天你是可以真正的展示，或者说开屏，有一天是真正的可以让你的美丽被看见的。还有哦，这张牌也连接到这组朋友，你们最近可能很在意某一个表现的结果，可能是你的收入、你的事业，或者说你的一个找工作的结果，一个考核的成绩，或者是说你在某一段关系中的定位，你可能正在证明自己，或者是说在准备去证明自己，你一直有一个想要更好的信念。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知道吗？孔雀不是努力变美之后才展开羽毛，而是他知道自己本来就是这么美。我看见你们的灵魂正在经历一场自我价值的显化哦。孔雀呢，在灵性的层面，它代表的是灵魂的真诚。大家看一下这个闪烁着宝石绿的羽毛，它对应着大家其实喉轮的一个表达。羽毛上的这个眼睛啊，很像是眼睛的这个图案，它象征着灵魂的觉醒。也就是说，这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们会意识到，你不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开屏，你开屏是因为你意识到自己本来就很美，自己本身就已经具足，本身就已经足够，所以呢，你们会有一种启发，或者说有一种感动，是你值得被看见，你值得拥有这一切美好的丰盛。好，所以其实你们真的不简单，也真的不普通。很多第3组的朋友，我觉得其实要么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样貌姿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但你可能有一种美而不自知的感觉。第二个就是可能你们非常的喜欢追求美好的事物，或者说生活是有质感的，喜欢追求这种艺术啊，或者说带有一双有美感的眼睛，可以把家里布置得很好，或者说普通的一束花在你的手里，哇，就是变得很像是非常美的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品一样。你们其实是有这样子欣赏美还有变成美的这个能力哦，所以真的是哇，我觉得非常尊贵不凡的一个能量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新月在射手座，好，幸运女神啊，我觉得直接翻牌了，给大家一个疯狂的起点。前面呢验证完大家是孔雀体质之后，这一张啊新月，射手座新月，其实宇宙直接给你一个通行证，好运的通行证，好运站在你这里。新月代表全新的开始，射手座是由大吉星木星所守护，也就是说你们会显化一个从天而降的幸运的开头。首先呢，在财务上啊，
你们会显化一个大格局的跨界的财富，因为射手座它主宰的是远方高等教育，或是外语，或是这种跨界的不同领域的一个结盟哦。所以大家最近你们会收到一个让你大开眼界的好消息，它可能是一个国外的合作机会，或者说一个你没有接触过的这个跨行的合作案，或者是说一个你之前布局下的投资，现在因为趋势改变而突然的爆发性的成长。那你的这个金钱的进账或是收入的提升，它会伴随着自由，也就是说你可能有办法去辞掉你不喜欢的工作，去旅游，或者说你可以得到一笔钱支撑你去进修，进入到更高阶的教育的一个自由做学问的这个自由的基金。还有这一组朋友啊，现在宇宙正在帮大家开路哦。原本你可能觉得很难去成功的事情，很难去突破的一个状态，很难达成的一个业绩，现在都会在新月的能量下，因为某个贵人或是某一个巧合瞬间的达成，因为它本身带有一种事半功倍的发财的模式。所以呢，这个是让大家从孔雀开屏之后进化到鸟在天空上飞的这种财务的跳跃的模式。那射手新月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大家你们只要去保持乐观的频率，就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效应。也就是说，大家你们只要保持心情愉快，钱呢就会进来的越来越快。而且大家知道，这张牌显化的钱，它只是一个开端哦。这个开端背后潜藏着无限的潜能，这个潜能的是无限的。所以大家你们正在显化的是一个让你可以就是玩得很开心，然后又可以得到很多钱的一个全新的人生的版图。好。新月在处女座，信任一切都安好。好，这张牌啊，它在做什么？它在清理你的心轮哦。处女座的能量是教导大家臣服于细节。当你把每一件小事情都当成对宇宙的奉献的时候，你们的工作就不再是劳动，而是一场修行。然后这种纯净的专注，它会显化出一种极高品质的财富。它并不是一个混乱的横财，而是带着秩序还有祝福而来的一种丰盛。我看见你们的生活会变得井然有序，而且非常的优雅。好，这组的朋友啊，处女的新月代表很多的朋友在接下来的3到4个月，你们会开始优化人生的某一个面向。它可能是工作流程，可能是事业方向，可能是身体健康，可能是时间的安排，甚至是一些金钱的规划。你们很认真的在修正。这张牌告诉你说，你要信任整个过程。透过你精准微调之后呢，显化它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你现在做的一些小改变，或者说小努力、小动作，其实都是在为了未来铺路哦。而且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不需要等到一切都完美才开始，因为处女座的阴影就是完美主义。宇宙想要让大家明白哦，真正的稳定是持续的前进，而不是要你一次到位。同时啊，处女座的新月，它也是所有的月相中最具有秩序或者说精算感的一个财富的能量哦。也就是说，过去一切混乱即将终结。你们前面说过，你们会优化你的工作流程，或是学习一门新的技术，这些都是发财的一个种子哦。我看见，因为你的专业，还有你的这个处女座这种像是类似细心的特质啊，会让优质的客户或是那个很不错体质的公司会觉得，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个职位只有你才做得到，只有你才是符合的。因此你们也会得到一个高额的回报，这个钱财非常的稳定，因为它是基于大家实打实的一个才华哦。我看见很多的朋友在这一组，你们是高价值的专业的人士哦。
你们会透过提供价值来换取财富地位，同时我觉得大家也会显化出一个像是精算师一样的头脑，你可能会突然看清楚自己过去在财务上的漏洞，并且建立一套新的生财系统。比如说大家成功的去理顺，去盘点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财务的状况，并且透过精准的一个税务或是一些保险上的规划，或是一个投资的规划，帮助你不仅省钱，然后还可以将你的资源做更有效的一个运用。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下弦月在牡羊座，哇，这一张牌进入到一个快很准的阶段。前面呢，处女座有规划的能量，那牡羊座它是一个冲锋的能量。下弦月代表释放阻碍，那牡羊座代表开创，所以这就是一个冲往前冲的一个能量哦。牡羊座永远都想要当第一名哦，所以我看见有些朋友你们会去显化一个，因为你是第一名，或者说因为你抢得先机而得到的一个很大的红利，比如说它是一个时效性很强的一个可以让你赚大钱的机会，比如说一个股票你们在很低点的时候就买入了，哇，现在这个股票就是爆发了，现在大家都要买进去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赚了一大笔了。我看见只要你动作够快，这笔钱就是你的，它是一个关于速度就是金钱的一个显化的奇迹。同时这边有处理你的感觉，牡羊座它的另外一面，冲动的另外一面，它也代表怒气、行动力。也就是说呢，这组朋友你们最近可能有些情绪它是没有真正的被处理的，可能是委屈，可能是不甘心，可能是觉得自己长期被不公平的对待，被低估，被忽视，或者说因为环境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发挥所长。你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还在往前走，但是你内心有一个愤怒，有一股火。这股火如果你没有让它释放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两种状态。第一个就是内耗，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第二个就是爆发，有一天突然情绪失控。那这张牌出现，其实在提醒大家，你们要勇敢的去面对你的真实的感受，不是假装没有事情，也不是压抑，而是承认说，对，我真的很生气，对，我真的很不甘心。好，当你诚实面对自己之后，这整个能量就会松动，因为情绪本身它并不是坏事，它只是一个讯号，它在告诉你说你值得更好的对待。所以第三组你们会迎来一个突破，可是在突破之前，我们要把旧的愤怒去处理掉，因为你们接下来可以用行动为自己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处理完这波情绪之后其实你会轻松很多。还有很多的朋友你们可以把这个愤怒这个情绪当成是你的行动力的一个基底就是说愤怒它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很原始的生命的动能。如果你可以把这股能量从海底轮向上提升之后，它其实可以转化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执行力。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会显化一个破局的力量，原先阻碍的财富通道，通通会被这个牡羊的红色的火焰烧穿。也就是说，你的灵魂其实正在宣告说，我准备好去战斗了，也准备好去迎接属于我的繁荣。你们会转化愤怒，把这个愤怒燃烧成流动的火焰，燃烧成你们的生命意志。好，来看一下下面的牌。这张牌直觉月之或许。好，在整个显化的过程你们有时候会感觉到，有的时候心跳加速，或者是有一种莫名的预感。这张牌很明显的在提醒大家你的直觉是对的，你的感觉是对的，你的直觉就是你的导航的系统。要不要放弃某个人，要不要继续进行某一个计划，其实你的心里早就有答案，只是那个答案可能有时候会让你不大确定，不大舒服，或者是需要勇气去承认。直觉的能量很轻，但它非常的准，它不会很大声，它只会在安静的时候出现。这张牌的关键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再寻找更多的方法，而是去对齐你真正的选择因为当你违背直觉去讨好、去迎合、去妥协的时候，你的能量就会分散。
当你顺着心走的时候，即使你走慢一点，路也会打开哦。真正的奇迹会发生在你对你自己诚实的那一刻。好，来看到下一张牌。哇，有一个女生呢，她在夜空中，在沙漠里，在满月的光芒照耀下，独自的愉快的跳舞哦。这张牌是非常柔和的，整体的氛围是很愉快的，非常的自在哦。好，这张牌呢，想要告诉大家哦，你可以放松，放松啊，反而会让事情进展得更加的顺利。请你给自己一点空间，当你感觉到压力的时候，深呼吸。奇迹需要空间才能够降临。月亮啊，象征着潜意识跟情绪。你的情绪正在清理旧的创伤，尤其是有关于自我价值跟安全感的议题。接着呢，其实大家正在生平哦。这张牌提醒大家哦，当你的身体放松之后，你的磁场才会稳定。所以大家你们可以真的实际的去让身体动起来，去跳舞，去做一些律动，让你的这个紧张的感觉可以得到舒缓。可能你过去啊很想突破，很想改变现状，就是你非常的用力。现在呢，请你深呼吸，把注意力从结果拉回到现在的此时此刻。这样子你的频率会从焦虑转化成信任，信任就是最高阶的频率。你们现在正在升级哦，这个升级不需要更拼命，而是需要更稳定。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试试看。好，深呼吸，睡前关灯，然后深呼吸，让你的感觉能量慢慢的归位。好，我们来到了血月勇气这张牌。这张牌代表着转化跟重生，它是一张充满力量的牌哦。血月它代表什么？它代表一个巨大的变革即将来临哦。你们可能会需要拿出极大的勇气去告别某一些不再适合你的关系或是环境，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哦，因为这个勇气是奇迹发生的最后一块拼图。当你勇敢的跨出这个舒适圈之后，宇宙会全速前进来支持你们。好，我们看到红色的满月挂在深色的天空中。红色它代表的不是危险，而是一种根源，来自根源的能量。它对应到的是海底轮，跟你的安全、生存本能、金钱还有现实世界的位置都有关哦。当满月变成血红色，它代表什么？它代表旧的安全模式正在瓦解。满月代表显化结果，血色呢，它是一个强烈的情绪的蜕变，代表说大家你们的人生在某个层面，它正面临了翻页跟翻篇的过程。这个绝对不是小改变，而是某一种身份层级的转换。它可能是财务结构的改变，工作形态的改变，关系模式的改变，自我认同的改变哦。血月的能量，它有的时候会带来一种压迫感，所以你可能最近会觉得不安、焦虑，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办，这一些都不是坏事，是因为旧的版本的你正在崩解。同时刚刚说过血月对应到海底轮，如果海底轮失衡的话，大家会对金钱感到很焦虑，会对未来感到很焦虑，或是容易陷入一种想要控制一切的生存模式。可是这张牌血月带来的勇气，它会帮助你的海底轮升级，就是说大家你会变成很有底气、很稳定，不再被环境所定义，也不再因为钱而恐慌。大家你们现在正在选择去显化你想要的未来。以前你想要去成功，是因为你害怕失败，害怕不成功的自己。现在你会成功，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本应如此，知道自己值得。这个就是整个转变质变的一个过程。
好，在三维的世界中，可能是现实的压力逼你做出改变；在四维的世界中，你可能有很多的情绪开始翻涌，旧的创伤开始浮现。但是来到了五维，你们生平来到了五维，频率提升之后，你的身份更新了，你开始认出新的你自己了。血月它带来的是一个无法再假装的能量，你不能再当那个缩小你自己的人，你不能再活在旧的限制里了。所以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你的奇迹是一种阶级跳跃，在这个跳跃之前，它一定会有不舒服，一定会有震动，但是不要害怕，因为这是一张重生牌，只要你撑过这段能量的震动时期，你会发现你已经不是原本的那个你了。哇，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2张牌哦。Meditation Healing， 好，冥想跟静心哦。哇，我看见这个是大家跟宇宙的通讯时刻。这组的朋友啊，每一天给自己5到10分钟安静的坐着，想象奇迹已经发生的样子哦。就像画面中的这个女生啊，她双手合十坐在云上，她眼睛是闭着，非常的沉静的一个感觉哦。云代表思绪，那坐在云上代表什么？代表说你不是情绪本身，你是观察者。这组朋友在感情当中啊，可能某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最近很渴望一种安心的爱，这种爱不是那种暧昧啊、刺激啊，不是这种忽冷忽热的感觉，你想要的是一个很稳定、很温柔，可以让你长期放心跟他相处的一个人。但是你可能有一种状态，就是你内心很想要被爱，但是外表却表现得很冷静，并且你会发现你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你好像很难真正的去依附跟依赖别人，你习惯有事自己撑，或说自己去消化所有的情绪。但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当你安静下来，当你放下防备之后，爱会靠近。静心冥想，它并不是逃避，而是让心回到稳定的频率。当你的神经系统放松之后，你的磁场会吸引到同样稳定的人。所以啊，我觉得这张牌啊，也对应的在感情上某一种正在靠近的温柔，它是一种细水长流的能量。最后一张牌啊 Healing 疗愈哦，这张牌啊代表说整个显化的过程最后呢，它其实需要清理一些旧有的负面的信念。好，握住你的水晶，如果你没有水晶的话，或者是说让能量透过你自己的方式进行修复，让你的心灵回到纯净。当你的内在感到完整的时候，外在的奇迹自然的会如约而至。这张牌啊，这只手握着粉色的水晶，粉色对应到的是心轮、第4脉轮、爱、信任、亲密跟接纳。所以呢，我觉得这2张牌都是跟情感有关的。你可能正在疗愈过去关系的创伤，可能这组的朋友付出很多，没有得到，没有被珍惜，或者说你投入了很多的爱，但是对方没有给你同样的深度。这张牌啊，是在说大家其实对应到孔雀，你们其实非常的有魅力，但是在这个当中啊，在爱靠近的当中啊，他需要一个准备好的你。可能有些朋友你们会觉得很多的感情好像是昙花一现，或者是说它不够的深入，或者是说因为环境的变化有一些阴错阳差，没有办法对焦的感觉。但是呢，现在爱已经在你身边了，它需要一个准备好的你。疗愈的能量并不是说你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所以我需要被治疗，而是你值得更好的。当你的心轮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再追逐爱了，
爱是会来找你的，而且这一组朋友你们吸引到的这个连结啊，它是一个认真型的能量哦。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连接到的是一个灵魂可以契合的这种缘分。那如果你目前有在一段关系中的话，这段关系有机会进入到更深层的理解的时期，或者说如果你现在这段关系你是想要结束的话，你有机会遇到一个可以跟你有心灵共鸣的人。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其实爱很深哦，你可以很深很深的爱一个人，但是你不愿意随便的去给出一段爱。但是不要担心哦，现在的你正在走上一段可以真正让你安心的关系。当你不再用防备去保护自己，而是用这个你稳定的去选择对的人，因为你前面调频之后，你现在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去选择一个对的人，去选择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愿意珍惜你的人，其实他就能够出现在你的身边。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拜拜。